早上7点，现在的位置在济州岛上的露营车营地。昨天到这里的时候还下着大雨，入住时有些狼狈，现在才能好好看看这个很难预定的露营地。这一切还要从昨天开始说起。这次的旅行只有不可思议的48小时。到了机场，先买一张雾 pass。国内线出口的那一台人比较少，其实根本没有人。雾 pass 包含了 T-Money 的功能，像是八达通、悠游卡。但是更厉害的是，可以把身上的外币现金存进去，直接换成韩币，而且利率还很好。兑换后的韩币可以存在卡里，你可以在这个机器里韩币出来，跟着简单的步骤之后，就可以得到一张雾 pass， 停车、一般消费都可以使用。这次租了一台电动车，拿到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地方吃饭。在济州岛开电动车有几个好处：停车费是半价，还车也不用充电，租金也比较便宜。在地图上看附近的餐厅的评分是不错的方式。这间位于7星购物街上的鲍鱼专卖店，门口直接贴着很清楚的图文价格表。来到网络评论必吃鲍鱼专卖店之一的餐厅，还是需要有一些心理准备。小菜是无限供应的，可以自己去装。但是老实说，一开始看到小菜，觉得就这样，但还是有老店的滋味。这碗鲍鱼粥当然是不用多说啦，就是浓郁香滑。特别推荐店家免费提供的饮料。左边这个是酸梅冰沙，很好喝。吃了一碗有名的鲍鱼粥，当然是不会饱的，所以现在回到东门市场，一边逛在一边吃。东门市场在1945年的时候是岛上唯一的每日市场。另外，更多的是每5天才开1天的5日市场。现代化的市场出现了很多的年轻食物，但是既然来到韩国的传统市场，这些比较新潮的食物就暂且先跳过。东门市场是济州岛的代表市场之一，是很多人的观光记忆，几乎都会到此一游。韩国料理本来就很流行，然后呢，在某一个料理比赛节目之后，更是疯狂。如果你刚好也想要在家里大展身手，那就不要错过这间店。所有在电视上看得到的韩国传统餐具，这里都有。全部是明码标价，这个需要冷藏的鲜榨橘子汁，用良心推荐，喝起来跟到处都有的常温橘子汁真的很不一样，但是不太好找，最后竟然是在一间啤酒店找到的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闻到这个味道。电视里常出现的街头美食，坐进来发现是很多电视台，还有明星到访的店。
这种上过电视的店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光用看的就觉得很好吃。看不懂店名，请认明这个红色招牌。接着来到一间书店，菜市场的书店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间专卖零食的专卖店。把商品排这么整齐，真的让人很误会。看起来很舒服，但是这到底怎么收摊啊？沿着济州岛东边开了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，跟着一直出现的路牌，来到这个特色小村济州瑞士村，是来自画家保罗·克利的油画作品《乡村别墅》的设计灵感。就算今天是阴天，但是房子的色彩依然是很鲜艳。这里有许多可爱、精心布置的店面，也是拍婚纱的热门地点，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小镇。走在其中，还有阵阵的咖啡香。但是实际上游客并不多，或许是隐藏在深山里，只有开车才能到达，交通不是很方便。真的算得上是济州岛的私房景点。在这个稍微偏僻的山上，当然不是只有济州瑞士村，距离几分钟的车程，还有一个巨大的篮子，有多大？3层楼，而且还是橘色。还好，巨大的篮子有一个正常的大门入口。这是一间可以采橘子的网红咖啡厅，拥有自己的橘子农场。如果想要采摘橘子，这里提供专属小竹篮。另外还有送礼可以使用的大盒子，只需要看过一次影片的教学，就可以到农场采橘子。但是我和大多数人一样，点了一杯饮料，然后参观橘子农场。往下走1层就到达农场的入口，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小世界。
这里有一个用餐区，还提供各种跟橘子有关的拍照的道具，可以试戴，然后拿去农场拍照，让你的打卡照更像是一颗可爱的橘子。在柜台的点餐也是在这里取餐，店员叫号码，确定你在之后，餐点就会做升降机下来，然后再升上去。如此高效能的设备当然是纯手动。刚进入秋天的济州岛，遍地都是美丽的粉黛乱子草。虽然这次来不及去看同样很有名的粉红色花海，但是可以在这里看到，也是有一种莫名的惊喜感。农场旁另外有一个比较大的室内用餐区，可以应付济州岛真的很冷的冬天。采橘子累了，也可以在这里休息。巨大的篮子很有趣，这里非常推荐。晚上6点，大雨中抵达今天的住宿地点。这是一个不容易预定的露营地。预定住宿有几个选项，可以搭帐篷，也可以住白色木屋，但是最受欢迎的还是露营车。大雨中的灯光下，园区非常漂亮，位于陈山义的群山中，占地有4000坪，但是可以预定的露营车跟木屋数量不是很多，所以同时只能接纳少数的旅客。旅客们彼此要遇见都不容易。每台车的尺寸都不一样，有自己的编号。今天入住的是31号车，很幸运是可以预定的最后一台。车厢里有冷气，有暖气，经过精心的布置，还可以简单的煮食。有些车型甚至还有浴缸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可以在车厢外的平台上烤肉、起萤火。其实稍早的时候，也在市区的超市买了烤肉的材料，
但是因为大雨不停，只能放弃。柜台人员也说天气不适合。还好这里的公共厨房也不错。昨天晚上暖气开太强，打开门透透气，早上可以闻到森林的味道。退房前要去逛逛。还以为是客满，但其实有很多露营车是没有开放的，目前都还只是装饰品。除了搭帐篷跟美式露营车，多人出游可以选择小木屋。独立的小木屋的房间数量跟设施也有多种选择，官网上有非常多资料可以看。园区里的咖啡酒吧，除了晚上可以喝酒，早上也有付费早餐。坐在露天咖啡座，可以同时得到咖啡跟芬多精，可能还可以撸到猫。醒晨，用一杯熟悉的咖啡，看看星巴克的济州岛限定商品。玉林岭在济州岛的东部，除了无敌海景跟整排的网红咖啡厅之外，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村庄。往巷子里走走，除了淡淡的海味，还有属于在地的小村庄的美丽。面对海边的商店，风格各自很强烈，完全可以满足各种网红照。热门的打卡道具器材椅好像过得不太好。午餐时间，选择一间位于2楼的海景餐厅。现在正是吃带鱼的季节，每个人大约1000台币就可以同时吃到非常棒的带鱼料理，跟各种根本吃不完的韩国菜。老板说，等你先拍照完，然后把鱼拿下去去骨。吴雷推荐楼下可以停车，
好可爱的云朵饼干也在月丁里。从招牌到饼干本身都是会笑的云朵的形状。这么可爱的饼干已经是上榜济州岛必买伴手礼。有抹茶、咖啡、巧克力3种口味，花生口味是人气王。虽然在市区有其他的贩售处，但是当然是来这里才够拍啊。这里是孝利家，是这次来济州岛的重要行程。韩国大明星李孝利以前在济州岛的房子，他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办的。后来电视台在这里拍摄实境节目《孝利家民宿》，当时来宾有 IU 跟第2季的润儿。还有朴宝剑，节目受欢迎的程度，让本来就很热门的济州岛变得更多人来了。但由于很难继续安静的住在这里，所以最终是卖掉了。现在是一间特色的商品店，还有附设咖啡厅。这里值不值得来？首先，这里真的很隐秘，需要自己开车才能到达。然后就是从来也没有听过可以去哪一位大明星家里参观，尤其是非常隐秘的这里。如果你看过这个节目，那可能会很喜欢待在这里，因为每个角落几乎都在电视上发生过一些事，在现场很容易有画面的连结。虽然大明星已经不住在这里，但这里维护得很好，是很漂亮的山中别墅，绝对对得起门票。而且在这里的文青商品真的是满满的济州岛风格。2楼本来放着大床的卧室，现在是衣服展示间。原本放着浴缸的位置，现在当然不是浴缸。
要购买商品，需要先跟店员拿一张表格，写上产品编号跟数量后，再到收银台结账取货。很喜欢这一瓶橘子洗手乳，跟机场用的是同款。明天的早上6点就要从济州岛起飞，离开济州岛，结束非常短暂的48小时的旅程。所以今晚当然是购物的时间。长秋路商圈距离机场不远，在这里可以感受济州岛市区的热闹，各种餐厅、酒吧开始招呼客人，甚至还有台湾夜市。我想这应该是济州岛上最大的彩妆店了，结账也需要排队。许多知名品牌在这里都可以找到。离开济州岛的倒数时刻，怎么能不装满行李箱回家？最后入住机场附近的酒店，方便赶飞机。虽然48小时非常短暂，安排不了太多的体验，但是也因此留下许多的意犹未尽，一定会再来。最后拍一段陪伴我们40小时的车，十分感谢，下次再会。